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谈一部流传千年的寓言书《推背图》。这本书据说成书于唐朝，由两位著名的人物合作完成，李淳风和袁天罡。它不仅是寓言，更像是一本隐秘的历史与未来的镜子，则测出盛与衰、国运浮沉。袁天罡是四川人，早年是县令，但因相术高明，被李世民招入宫中。他的名气源于能一眼看出人的命运和国家走向。当年幼年的武则天被装扮成男孩送入袁天罡的面前，他只看了一眼便说：“此子非男，却有帝王之相，可谓天下之主。”这便是他精准眼光的代表。李淳风，陕西人，自幼在天台山道观长大，是道士与天文学家。他精通占星术，能透过天象、日月运行预知未来。隋末乱世，他已能看出国运变化。唐初被李世民重用，他的洞察力与袁天罡互补，两人合作，最终留下了《推背图》。关于书名的由来，有个故事：李世民曾让两个人背对背做预言，袁天罡写完后推了下李淳风，他仍在记录，便有了推背之名，象征不断向前看，未来无穷无尽，也提醒世人谨慎行事。推背图共有60篇幅，每幅图附有3段文字，称简短的寓言的语句，宋对称的补充说明，注后世注解，用于理解时序与含义。今天我们重点谈与近代及2026年之后相关的几项预言。第43项，谶曰：君非君，臣非臣，始间危，终可定。颂曰：黑兔走入青龙穴，欲擒不进不可说，唯有外边根树上，30年终子孙节。这里预示国家动荡，但最终会恢复稳定，需要30年方见成果。2023年为黑兔年，因此有人解读与当代局势相关。第44项，谶曰：日月丽天，群英设伏，百灵来朝，双羽赤足。颂曰：中国而今有圣人，虽非豪杰也周成，适宜从义春天子，否极泰来九国春。未来将出现能安定国家的人物，周边诸国会尊重其德行与智慧，世界局势会迎来相对和平。第45项，谶曰：月有客西来，自东而至，木火金水，此大。颂曰：炎运宏开，世界同，金无隐秘白杨中，从今不敢称雄长，兵器全消运以中。可理解为全球性冲突或局部战争最后结束后，世界秩序重建，文明恢复。第56项，谶曰：飞者飞鸟，潜者飞影，战不在兵，造化游戏。颂曰：海江万里尽云烟，上起云霄下清泉。金母木工工幻弄，干戈未接或连天。这项被认为描述科技与未知力量介入的人类冲突，并非传统战争，最终小人物或智慧之力带来和平，象征人类能从灾难中自我救赎。第57至60项，世界战后国界逐渐消融，文明高度整合，社会形态进入新的秩序与和平。60项最后提醒，世道兴衰无定，阴阳交替，未来永远充满不确定性。2026年之后的疑似可能的预言。第43项到第60项可见对未来数十年的描绘。全球政经可能出现更大动荡，局部冲突与自然灾害会发生，科技、人工智慧或未知力量将对社会造成深远影响。全球冲突后，文明进入无国界、无族群的高度整合状态。整本书提醒我们，未来不可完全掌握，但可从中得到警示和启示，珍惜和平，修身养德，以智慧面对不稳定的世界。谢谢大家。